同学们，这几年数据中心最火的业务就属于 AI 的业务了。那今天我们到的这个地方是搭建了各种各样的 AI 训练场景，在这儿你能看到英伟达最新最全的解决方案。听这声，看，你看全是 GPU 服务器。哎，这个设备有意思啊！我们去看看正面，这是背面。同学们，这个型号你们没见过吧 ？SN5600，现在4台做的主网。你看，这是连接服务器的线缆，这是铜缆，这是光缆。这边的服务器，这个交换机是网卡的管理交换机，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网卡长什么样啊？你看，这个单个口是200G 的，双口就是400G。像这个是单口400G 的，这里面有电源的就是 DPU， 没有电源的就是 SuperNIC。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交换机啊，大家平时见的少啊。拍清楚了吗？这不好拍呀！不好拍，这不好办吗？来，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这不合适吧，哥？这有啥不合适的？自家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线，你看，都是有散热鳍片的。搞定，我去关机啊。哎，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看一下。哇！同学们，所以说做一个科普视频不容易啊。这个交换机就是去年发布的 Spectrum 4以太网交换机，现在每条链路已经上升到了800G。大家看是一个64端口的，实际上它需要接128根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800G 的模块，你看，这是双端口，端口1，端口2，就是通过。这是它的400G 的模块。看，它可以接2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交换机内部。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台交换机的性能啊，这个分量。给大家展示一个完整的端到端的方案。这是800G 的模块，线缆。看，这个就是800G，两个端口，1、2，然后是 Bluefield 3 SuperNIC。为啥要2张网卡呀？端到端呢，至少也得是2台服务器吧。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端到端的方案。那大家现在看到这一套，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平台，叫 Spectrum X。那这个平台呢，也被英伟达称为第一个用于人工智能的高性能以太网平台。那么问题来了，众所周知 ，IP 网络一直是高性能数据中心的首选网络。那为什么在这个测试环境下没有采用 HPC 用的最多的 IP 进行组网，而是采用以太网进行组网呢？那这个平台后面的故事，就听我回去以后娓娓道来。这个就是特地给我们准备的跳板机，后面呢，我们就是通过这台电脑来测试整个的网络跟服务器。这些年，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生活中提到 AI 的次数越来越多？在这个背后，数据中心也是一样，走向以 AI 为中心。你可以发现，全国各地都在建大大小小的资源中心。现在的 IDC 都快改名叫 AIDC 了。等于 AI 数据中心的规模呈爆发式的增长，那业务模式相比传统的数据中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数据中心以 CPU 为核心，处理众多相对独立的业务任务，支持很多个用户，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多租户。一个虚拟机，一个逻辑 CPU 就可以完成一个任务。
也就是少量的算力就可以承载一个业务的算力需求。那一个传统的数据中心里面可能会运行几千万个不同的应用。在 AI 浪潮的席卷下，数据中心的格局基本上已经被彻底重塑了。AI 数据中心顾名思义，中心就是 AI 数据。传统的 CPU 算力已经满足不了算力增长需要了。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 CPU 算力来共同运算现在的 AI 任务，大家可以看一下GPU 跟 CPU 的算力对比。那要完成一个大型的 AI 训练，那 CPU 的数量可能是动不动就是上万甚至上亿颗 CPU 才可以。那现在 GPU 能够提供远超 CPU 的并行计算能力，所以在建或者以后建设的数据中心都是以 GPU 加速运算为核心来建设的。GPU 在 AI 数据中心成为了算力的源头。那 AI 应用往往对算力的要求又非常的高，哪怕用 GPU 来算，也需要多个 GPU 共同完成一个任务。当成千上万个 GPU 在运行一个任务的时候，需要就像一个完整的大的 GPU 在运行一个任务的时候是一样的。那如何让成千上万个 GPU 之间的通讯效率达到最佳，成为了关键问题。所以 AI 网络应运而生。那实际上 NVIDIA 在 AI 网络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通过 NVLink 和 InfiniBand 的组合， NVLink 就解决了 GPU 到 GPU、GPU 到 CPU 之间的高速互联。那 IB 网络呢，又解决了服务器之间的高速互联。但是现在的 AI 数据中心跟以往的 HPC 高性能计算虽说类似，一样都需要大的算力，但是也有区别。HPC 往往运行的是少量的大型任务，应用呢比较单一。但是 AI 数据中心虽然也是运行 AI 应用，但它更多的是对外提供服务。那以太网发展这么多年，实际上已经是事实上最便利的网络了。如何在以太网上实现高性能和上云的便利性，成为了需求。这么说吧， AI 上云就需要以太网， IB 网络则更专注于高性能，很少考虑上云。那 AI 上云之后，又衍生出多住户的管理、性能隔离、网络安全的问题，同时在云上还要高性能。那 Spectrum X 就是基于这个背景下推出的。那实际上呢 ，Spectrum X 并不是一代一代迭代、顺其自然发展到现在这么一个定位的，而是为了支持现在 AI 上云的趋势所催生出来的这么一个全新的端到端的网络平台产品。就是市场需要一个围绕 GPU 算力及确保在以太网上的高性能，又能利用以太网的便利性的业务网络。它服务的对象就是 AI 云中心。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很多供云厂商都会跑在以太网上了吧？那为什么同样都是以太网，传统的以太网就满足不了，非要让 NVIDIA 研发一个专门的新的用于人工智能的以太网平台？现在这里明确一下，并不是传统的以太网技术不能用于 GPU 组网，那差别呢，主要就在于分布式计算的效率上。以前在多住户的情况下，流量是用不完的，虽然有业务峰值，但不是所有的虚拟机、云主机都在同一时间爆发通信，流量呢根本用不完，所以呢矛盾不明显。但是现在，尤其是 AI 训练阶段的流量，在通信的时候是短暂的且持续的，而且是集中爆发。那这时候短板跟瓶颈就展现出来了。那 NVIDIA 的以太网跟传统的以太网的差别主要在哪儿呢？也就是两个方面，大家做好笔记啊：路由技术跟拥塞控制。那传统的以太网的路由技术通常是基于相对简单的路由算法，比如基于 flow， 也就是流的距离矢量算法和链路状态算法。实际上，这些路由算法在 GPU 集群中是没有办法为数据传输选择最优路径的。一旦路由被选定，在整个流的传输过程中将不会改变传输路径，导致网络中有的链路很繁忙，有的链路却没有被用到。那 GPU 之间需要频繁的交换数据进行并行计算。那数据流量呢，是爆发式的和快速的动态变化，尤其是模型训练过程中，参数更新需要在不同的 GPU 之间快速的传递，每颗 GPU 的状态变化是非常的频繁。传统以太网的拥塞机制大多是反应式的，拥塞控制呢，主要是通过检测交换机出端口的 buffer 状态来判断网络是否拥塞，然后通过接收端的网卡根据拥塞交换机的 ECN 标签生成 CNP 报文，那再来通知发送端降速实现。在 GPU 集群中，那这种方式呢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当 GPU 之间进行大规模的数据传输时，如果是 Lossy 网络，
一旦发生丢包，就已经晚了，说明网络已经处于非常严重的拥塞状态了。如果是 lossless 网络，就会触发 PFC， 有时候呢 PFC 呢又会触发其他的问题，比如 PFC 的风暴。小的集群还好，一旦是大规模的 GPU 节点组网，无论是 lossy 还是 lossless 网络，拥塞都会导致通信延迟的大幅增加。那在 AI 网络，也就是在 GPU 集群里面，实际上呢，训练推理过程中有很多种类型的数据流量，比如参数更新的流量、模型权重权数流量、中间结果共享流量。那这些流量对带宽和延迟的要求各不相同，一个流量导致的网络拥塞可能会影响其他流量的性能。如果在运行多个训练和推理任务，还会出现不同任务之间的互相影响问题。InfiniBand 网络由于在 HPC 的场景上的长期使用，已经很好的解决了上面这些网络流量不均衡和网络拥塞带来的问题，为以太网如何解决 AI 流量的问题给出了参考解决方案。那 Spectrum X 平台就是把 IB 网络的很多个特性都移植到了以太网技术上面来，解决了以太网的负载均衡和拥塞控制问题，为以太网带来了高性能。Spectrum X 平台的路由技术则是采用了动态路由机制，避免了静态路由。它会首先对整个网络进行逐包的负载均衡，注意啊，是以数据包为单位，颗粒度更细。不同 GPU 之间的通信流量会被动态的分配到不同的网络路径上，确保以太网一直有最高的有效带宽。那在数据包发出去之前，就会评估网络拥塞情况。那主要呢就是通过这个高频遥测探针和流量测量相结合的方式，收集网络中的各个节点和链路的实时情况，比如延迟、带宽利用率这些信息，及时的发现潜在的拥塞热点，来快速准确的检测网络中的拥塞状态，然后选择负载最小的端口来发送数据。所以这个系列的交换机也号称是永不丢包的交换机。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需要结合服务器侧的 SuperNIC 一起才能实现的功能，数据包的乱序重组。网卡呢会对每个数据包进行编号或者标记，记录原始数据流中的顺序。当数据包到达网卡的时候，网卡呢会根据这些序号标识将数据包缓存起来，然后按照正确的顺序依次将数据包提交给上层的应用程序，从而实现乱序重组。简单的来说，你可以把传统的以太网想成一个一个邮局，过程中不断的来回握手确认，并通知下一站接收。而这一代的 NVIDIA 以太网呢，就像是火车站，所有的数据包怎么走，在网络开始运行前都提前排好了序，到达后只需要检查序号就知道完整的数据了。那不用考虑运输过程中的如何转发，这也是为什么 NVIDIA 的以太网交换机可以像 IB 交换机一样，能具有极高的吞吐和极低的延迟。那 Spectrum X 平台呢，也是借鉴了 IB 网络先进的拥塞控制技术，实现了网络自动化拥塞控制。同时呢，它还支持定制化的拥塞控制技术，我们也可以叫做可编程的拥塞控制技术。那既实现了应用的高性能，也实现了不同应用之间的性能隔离，这就使得在同时训练多个任务的时候，每个训练任务都能达到理想的性能。这就是为什么 NVIDIA 在最新一代 Spectrum 交换机上才喊出这样的口号，专为人工智能打造。那同为以太网交换机，前4代 Spectrum 是没有这样的口号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从 Spectrum X 去年发布以来，全球各地的一些机构也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网络规范，跟 NVIDIA 的标准不谋而合，等于整个业界也都在思考如何用以太网来构建大规模可扩展的 AI 数据中心。超以太网联盟 UEC 发布了 UEC 1.0 初稿，旨在提出一种升级版的以太网通信协议站，用以应对 AI 计算、HPC 等领域对 RDMA 网络的性能挑战。ALS 旨在解决 AI 网络纵向扩展中的超高速、超大带宽等技术难题，为下一代自算网络打造开放的、统一的标准规范。中国移动发布的全网调度以太网技术 GSE，旨在满足未来计算中心超高网络性能需求，全面革新以太网底层转发机制和上层协议站，并研发全新高速以太网交换芯片，从根本上解决传统以太网性能不足的问题。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里面的具体内容，解决办法和思路不能说与 NVIDIA 的思路一毛一样吧，只能说异曲同工。那说了这么多，NVIDIA 的以太网要怎么落地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整个以太网的产品线组成。Spectrum X 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是一整套的硬件和软件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Spectrum 4交换机，也就是 SN5000系列，那这个交换机呢，相当于为数据的高速转发提供了可靠的硬件平台，搭载的是第4代 Spectrum 4的 ASIC 芯片。那这个系列呢，有2个小型号 SN5400跟 SN5600，在硬件设计上都采用的是2U 64端口的设计。SN5400有64个400G 端口，交换容量是25.6TB。SN560采用的是64个800G 端口，交换容量呢相比 SN5400性能翻番，达到了51.2TB。但是要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光有交换机不行，还要有与之配套的主机端设备，你们理解成网卡就可以了。一共有3种类型的网卡，那通用的就是 Connect X， 主要是提供高吞吐量和低延迟的数据传输。那第2种呢，就是 Bluefield 3 Super NIC， 那侧重于为 AI 云数据中心的 GPU 之间的通信提供网络加速以及相关的优化功能，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数据包的重排序、拥塞控制这些，主要是侧重于东西向的流量。我们在这个实验环境里面看到的就是这种卡。那还有一种呢 ，Bluefield 3 DPU， 一个高度集成的 SUC， 上面还集成了 ARM 的处理器，还有各种的硬件加速器。那功能呢就更全面，主要是卸载、加速和隔离数据中心的关键任务。要实现多住户云 GPU 弹性计算和零信任安全，就得搭配 DPU 结合使用。那目前呢，有200G 的 BF2跟400G 的 BF3，800G 的 BF4很快就要出来了。那除此之外呢，你可能还不知道，网卡跟交换机之间的模块还有线缆，它们也有自己的标准，称之为 Link X 系列。跟外面的 OEM 线缆模块的区别就一句话，相比业界标准，误码率要低1000倍。在软件上呢，相信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他们整个 GPU 生态的基础 CUDA 编程模型，允许开发者利用 GPU 的强大并行处理能力来加速计算密集型任务。那在以太网呢 ，NVIDIA 也有自己的生态基础，就是多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以太网里面的 CUDA， 用于在 NVIDIA Bluefield Super NIC 和 DPU 上开发应用程序的软件框架，可以帮助开发者利用行业标准的 API 快速的创建应用程序和服务。它涵盖了从驱动程序到各种网络功能实现的组件，来实现网络、存储、安全这些基础设施服务的卸载、加速与隔离，提升数据中心的性能、安全性和灵活性。那主机上的驱动、通信库、加速库、内容控制，还有包括前面提到的动态路由过程中的烂序重组功能、可编程拥塞控制，都是多卡里面的组件。另外呢，Spectrum X 还支持多种操作系统，一个呢就是 NVIDIA 自家的 Cumulus Linux， 还有一个就是 OCP 的开源网络操作系统 Sonic OS。那这2个系统都提供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交换机所具备的特性。那由于 Sonic OS 系统是开源的，用户还可以通过可编程的方式自由的开发、配置自己的软件，来优化性能和开发新的网络服务。还有呢 ，Spectrum X 引入了 NetQ 管理系统，可以提供可视化的界面，收集全面的网络遥测数据，像接口状态、IP 地址、路由信息、网络流量这些，你可以通过它实时的了解整个数据中心网络的运行状态。再更上层就是 NVIDIA Air， 一个云托管的数据中心模拟平台，来对网络进行数字孪生。在新建 AI 数据中心的时候，可以先在虚拟环境中创建一个与物理数据中心网络完全相同的虚拟数据中心，可以在上面进行各种网络配置和调试的工作，提前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当虚拟环境中的配置调试完成以后，所有的参数可以直接导入到物理数据中心的设备里面，从而实现物理网络的快速部署和开箱即用，相当于交换机版本的 V2P。那这里面最有名的案例就是 XAI 的项目，他们借助数字孪生技术，从服务器进入机房到能够使用10万张卡运行任务，仅用了19天，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在这19天里，这10万张 Hopper GPU 不仅被成功部署了，甚至 XAI 已经在这个集群上开始运行他们的大模型和各种的小模型，等于在到货之前早就已经规划好完整的系统架构，对整个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服务器架构、网络拓扑都进行了精确的虚拟建模和仿真。
那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各种测试和优化，提前发现并解决可能在实际部署中出现的问题。那这个能力呢，就是靠 Air 来实现的。好了。Spectrum X 作为全球首款专为 AI 打造的以太网网络平台，引入了新的架构和技术理念，的确是对传统以太网的又一次革命。那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么一期科普视频，让大家知道 AI 时代的数据中心对网络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玩一下 Air， 它是免费的，而且有大量的实验 demo 环境，可以亲自动手把玩。那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